长意和云河发现出口就在湖底，可湖中有青羽鸾鸟的附灵，虽然他上不了岸，可两人也下不去。于是云河想利用玉心术找到他的弱点，果然在他女扮男装的诱惑下，鸾鸟说出了心中的恨。原来当初他也是个可怜之人，因为爱上了一位御灵师，所以自愿被压在十方阵中。御灵师说好会在阵中陪他，可等待了1000年，却没有等来心爱之人，因爱生恨，因爱生怨，于是他将自己的怨恨化成了附灵，日日夜夜再次哭泣。云河为了消除这份怨念，假扮成御灵师的模样来到湖边，只一个简单的拥抱，一句我想你，便让鸾鸟开心的翩翩起舞。爱的尽头是恨，但恨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爱呢？感慨之下，长意竟唱起了歌谣。都说鲛人的声音最为动听，果然如此，那如大海般广阔的嗓音竟让云河被深深震撼。在歌声中，御灵师缓缓从水中走来，和鸾鸟深情相拥后，化作点点星光飞向天际。见证了这段深情后，云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，他决定和长意在一起，不管未来会如何，两人都共同面对，从此以后不再分开。不执着于过去，只憧憬未来，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而他相守一生的决定，让长意那颗忐忑的心终于定了下来。他深深地吻了上去，并将鲛人最珍贵的鲛珠一起给了云鹤，当作是他的信物。两人携手跳下了水中的漩涡。然而云鹤万万没想到，苏醒过来后却依旧在这万花谷中，所有对自由的向往竟成了一个笑话。而长意也再次被带回思过窟。林苍兰为了惩罚云鹤，再次出手让他寒毒发作，但这次却没给他解毒。洛洛见云鹤痛苦无比，于是将偷来的解药给他服下，可越吃越糟糕。这时情书走出来告知了真相，原来林苍兰当天早已发现云河的意图，但和所谓的解药其实是加速寒毒发作的毒药。情书将云鹤囚禁在屋里，放任他在寒毒的摧残下痛不欲生，手抚摸过的物品通通会结冰，连眼睛都已经不能再看见了。就算如此，云河依旧不愿让长意知道自己的情况。他知道林浩清会利用此事逼他断尾，可鲛人只有自愿才可以断尾，而能让长意心甘情愿付出的只有他。于是云河托人告诉长意，千万不要相信林浩清。他以为拖得越久，长意就会越安全，但林浩清怎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他带着长意亲眼见证了云河的惨状，并拿出解药威胁他断尾。长意心痛难忍，眼见爱人生命即将逝去，连鲛珠都要离体，他第一次违背了云河的嘱托。只见他高高飞起，唤出2把水刃，狠狠地朝着自己的尾巴砍了过去。一阵耀眼的光芒下，长意躺在了地上不能动弹，而尾巴化作珠子被林浩清收了起来。他丝毫不顾自己的疼痛，只是伸手问林浩清要了解药，然后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云河，将解药喂他吃了下去，直到云河在他怀里慢慢地褪去冰封，长意才松了口气。云河醒来后一眼就看见那双伤痕累累的脚，最不愿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他既心疼又生气，于是大声质问长意，你难道不想回家了吗？但我不能看着你死。说完长意就疼得昏了过去。气愤的云河冲上去用尽全力打了林浩清，可是打完又有什么用？长意终究是再也回不了家了。看着床上那张苍白的脸，云河感觉心如千百支针扎一样疼，疼得喘不过气来。而醒来后的长意尽管难过，却也明白云河的自责，于是他压下痛哭，反而安慰起了他。回归大海成了遗憾，但幸好身边还有你陪伴。面对如此美好的长意，云河终于将自责心疼的情绪变作泪水流了下来。长意又何尝不是他的救赎，是他的爱，可他知道自己根本没资格和顺德对抗，也没办法一直护住长意。就在走投无路时，林浩清突然找到了他，想与他合力推翻林苍兰的统治。其实两人在小时候关系极为亲密，可林苍兰为了磨练儿子，硬生生地逼着云河与他反目，如果做不到就用寒毒惩罚他。林浩清为了保护云河，只得硬起心来和他作对。可自从云河打了他之后，林苍兰要用赤魂鞭惩罚他时，林浩清恐惧了，他生怕父亲的下一个决定就是让他除掉云河，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林浩清承诺事成之后放云河自由，让他和自己一起练习法阵，而云河深知此事如果失败下场会很凄惨，所以并没有告诉长意。但他的频繁外出让长意有些不安，于是他想偷跑出去找云河，却被洛洛拦了下来。洛洛是个嘴巴很紧的仙士，除非是用钱。在珍珠的诱惑下，洛洛答应了，但他不敢说出实情，只能用点头或者摇头回答长意的问题。长意怀疑林浩清没有来找他麻烦，是因为云河为他做了牺牲和交易，于是激动的想要去救云河。洛洛见拦不住他，急忙想用灵粉让他睡过去，谁知被长意随手一打，自己倒霉的躺在了地上。长意找到云河时，他正在为林浩清包扎伤口，这下醋坛彻底被打翻了，眼见瞒不住，云河只好将对付林苍兰的事情和盘托出。长意听后有些生气，表示只要他们相爱，无论有多么危险都不怕。云河这才发现
原来一直是自己想错了，在一起就应该福祸相依。看着常毅生气的模样，云禾不由自主的就心软，于是送给他一身新衣。常毅满意的看着自己的装扮，开始了小傲娇，这自夸的模样惹得云禾笑出声来。可转念常毅就想起了刚才的事，他执着的让云禾承诺，摸一摸就不疼的法术只能给自己用。云禾笑了起来，吃醋的鱼真是无比可爱。眼见动手的日子到了，几人成功的先引出了青书，并将他捆了起来。可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，这让几人产生了怀疑。